传说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将东西方世界连接成一体，而这片交汇之处所在地就是横跨亚欧大陆的土耳其。这里充斥着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历史、现代城市的人文、格雷梅的火山地貌、地中海的浪漫风情，堪称多元神秘。我们用了10几天的时间去寻找关于土耳其的故事，从安卡拉到卡帕多奇亚，再沿着全球最美公路迪斯尼林前往安塔利亚，最终到达世界首都伊斯坦布尔。而一路的故事太长，我们首先要走进的是这个国家的首都安卡拉。很多人都以为土耳其的首都是伊斯坦布尔，但其实早在100年前就迁至了安卡拉。安卡拉并不是旅游城市，景点有限，所以这次我们只在这里停留1天。第一站呢，我们要前往的是国父陵墓，这里是为了纪念凯末尔而建立。这个人是在土耳其历史和国民心中都有着很高地位的共和国创始人，被土耳其人称之为国父。毫不夸张的来说，也是因为他才让土耳其成为世俗化体制的国家。没有凯末尔，就没有今天的土耳其。在这里，除了可以了解历史之外，还能欣赏一下海陆空3军卫兵的换岗仪式。他们一边像跳舞一般走正步，一边像狮子一样呼吼，而且整个行进过程中脚会用力地踩踏地面，宣示突厥人踩的地方就是阵地。换岗完成后的卫兵就会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整个过程还是蛮有趣的。今天从机场到市中心，包括我们坐地铁都是免费的。我们一开始都以为是司机觉得我们是外地人不收我们的钱，后来发现今天是一个民族团结日。我们坐公交下的这一站是属于土耳其首都的这个老城区，非常混乱的一个交通状况。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走的路是哪一条路。这里就特别像是那种老的步行街，街上什么都有。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坡很大的城市，就是每走一段路都要攀登的那种感觉，还蛮累的。沿着坡往上走，大概20分钟就会直达山顶，看到安卡拉城堡。这个城堡的历史很悠久，从罗马时期开始就存在，现在是修复后的样子。当然了，这里还是俯瞰整个首都的绝佳去处，一边是老城，一边是新城，但是在日落的光晕中都一样迷人。安卡拉或许不适合匆匆旅行，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去慢慢发掘它更多的美。我们刚刚已经坐大巴从土耳其的首都来到了格雷梅小镇，然后这个小镇就是网上很出名的那个可以坐热气球。来，进来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啊，很小的一个，有点类似于那种阁楼小屋的感觉，屋顶是木质的。这个房间其实还是蛮小的，但是胜在它有很好的这种视野和景观。现在在我的身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大约高60米的一个巨石，这里就是乌齐萨尔城堡，也是这个小镇的最高点。这个声音是礼拜的声音，经常会响起来。然后我们继续来讲，我觉得这里比较特别的点是它独特的一个地形特征，就是远远的看上去，有人说它就是有点类似于那种月球的表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小窟窿在里面，那个是人类居住的场所。以前有那个最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1000个人在里面居住。现在我们要到这个窗口里来买票，然后进去看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个票价涨得有点离谱，听说之前只要10来块钱，现在人民币大概相当于50块钱一个人。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是吧？走。这里居然还有可以设置这种楼梯。那种洞穴一般都是很幽暗的嘛，但是走进来以后，这里非常的宽阔，而且很明亮。它里面开了很多扇窗，你看这里一扇窗，这里还有人正在做饭做饼。当然了，这是商业服务，就是你可以体验一下在洞穴里吃饭的感觉。看
这里是不是很像一个心的形状？站上高处后，会发现整个格雷梅小镇都是那种火山喷发后留下的异形地貌，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精灵烟村一样，错综复杂又别有洞天。我们登上的峰顶是整个小镇的制高点，可以俯瞰周围，把美景尽收眼底。这个夕阳的光就笼罩在整座小城之上，然后我们等到了绝美的日落，好梦幻呀！夕阳时分的小镇像是被施加了魔法，把人们从四面八方吸引过来，一起沉醉在这一刻钟的梦幻世间。古老的石屋错落有致，追着日落的方向，好像不会有尽头。而真正奇幻的开始是当夜幕降临，小镇的灯火逐渐点亮，那一刹，格雷梅小镇就真的化身成了童话世界。现在是凌晨4点半，我们打算去山顶看热气球。走。现在在这个小镇的大街上都是这种大型的面包车，包车去一个特定的地点做热气球。但是因为这个热气球不仅要提前预定，而且价格非常的贵，所以呢，我们打算就是去山顶看它升起的样子。都是小狗在为我们带路。它真的好可爱呀！我停，它就停下来；我走，它就走。这里有一只小白狗，也在这里看日出。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气球已经在慢慢的升起来了，好美啊！看到远处那些忽明忽暗的，就是热气球正在点火。等你还在为忽闪忽暗的热气球而着迷时，一转身，无数的斑斓早已布满了天空。看，太阳出来了。放眼俯瞰，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漫天飞舞的童话漂浮其中，美到让人游离和恍惚。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That now our dreams may finally come true. 接下来我们要从空中到地面，向月球表面进发，去探索卡帕多奇亚的绝美峡谷。徒步路线有很多选择，我们的路线是比较适中的玫瑰谷路线，全程12公里。这条路线核心就是去探索途中的洞穴教堂。现在是大中午的1点钟，你看太阳当顶，非常的晒，但是这条路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在走。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正式开始土路路线，就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水泥和石板的土路徒步。然后这一块石碑就是分界点，走。现在我们从上面下来以后的话，有好几条路可以选。我们提前在网上做了攻略和路书，就是根据很多网友的建议，综合了一条路线。就是大家如果来的话，就不要随意的选，还是要提前做足攻略，安全至上。感觉这一路会有很多的惊喜和挑战等着我们。好多这种小野花啊，看。哇，你看，那里有一个小窗户。还好这个梯子够稳，以前的人可能都是沿着这个爬上去的。天哪！这一棵树全是李子树，熟的。看到我身后的这一片群山了吗？我们刚刚从那个峡谷里面，山的最幽深狭窄的小道里面一路穿了出来，里面有一些山洞，但是我们不敢进去。现在我们前面的路就是比较平的这种沙地路了，走吧。这里好像是有人住的，你看这些花纹，然后下面还有一块菜地，看那一片就是辣椒，
那一片就是那种丝瓜，这一块菜地，好漂亮的喀斯特地貌。Rose bread。如果这个地标指向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Rose， 就是我身后的这一墩石头，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窟窿。是这样。刚刚看了一下，这个玫瑰里面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为什么偏偏是它叫玫瑰呢？这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一根竖起来的石头。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个教堂，我感觉这是我见过最质朴的教堂了。它的上面都是这种花纹的。这个教堂的历史是很长的，上面的报上写着这个教堂建于8、9世纪之间。然后它有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它用这种红色的颜料印刻在这些石壁之上，然后它是有很多玄机之处的。现在我们要穿过这里，这个手电筒的作用就是这里。来，看，像这里有一个楼梯，我们可以沿着这里上去。这里很矮，要小心一点。这里有很多一个一个的这种小洞。我个人猜测，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避暑的作用吧。这里就只能蹲着走了。这里实在是太窄了，我觉得只能这样，所谓的匍匐前行，大概就是这样。到哪儿了？乌漆嘛黑啊！这里是干嘛的？不晓得。哇塞！有幽闭恐惧症肯定来不了。是的，感觉还有点怪瘆人的。以前的人太牛了。他是怎么样生活在这里的？这是烛火烧烛火的地方。哦。这些洞穴是上古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和教堂遗址，而今在这空洞的旷野中，见证了上千年的沧桑变迁。好大的风，但是这里居然真的有一家咖啡店。嗨，嗨。How are you? I'm fine. Wow, you live here? Yes, yes, live here, now live here. So cute. So Yeah. cozy. Yeah, not garden. 哇塞 Garden, tomato, pepper. Wow. Yes, yes, yes. Yeah. OK. Thank you, thank you. Well. Wow. You can eat. Yes, yes, Wow. yes. Hadi sen de. 哎呦，汁好多啊！这是我刚刚在路边采的小花，然后送给了这个大哥，大哥就请我们吃他的树上的果子。哇 ，Thank you。Yes, strawberry 草莓。现在大叔要来带我们去找了一个冰冻的饮料，然后冰冻的饮料居然在这里！我的天哪！这里是冰箱， Dur. 太巧妙了，真的。 Bak, cold, 哇塞 cold. OK， 哇，好冰，非常冰。还挺冰的。冰的 ，Yes, it's cold。哇，太可爱了！大叔的冰箱居然在这里，然后大叔的院子在这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到这里来，就像一个百宝箱一样，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东西。Hello. 我们很幸运的遇到了大叔。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so much. I love your yard. It's Yeah, so beautiful. thank you, thank you. 太漂亮了，大叔这个院子。大叔告诉我，他以前是开货车的，现在退休就留在这片山谷中，打理着自己的院子。他很热心地跟我们介绍那些干净的厨房、鸡舍、客厅，乃至房梁上的鸟窝。在我们临走之前，他特意摘了一大袋水果，并坚持不收1分钱，只当做友好的礼物。而我只是送给他一束小野花，这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真诚。 Thank you. Bye bye. See you.
历经了5个小时，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这个最初的起点。我们相当于绕这整个区域转了一整圈儿，虽然很累，太阳很晒，但是我觉得这一趟旅程真的很值得。5个小时的山谷穿行，我们经历了奇妙的偶遇、紧张的探险和长途的跋涉，在没有信号的时间里，感受误入意境的隔世错觉。告别卡帕多奇亚，我们的下一站是要前往土耳其的南部城市安塔利亚，200块出海，畅游地理课本上的地中海，在喀什感受滨海小镇的热烈夏天，在古罗马剧场等待爱在黄昏时，让浪漫和美妙继续在旅途中进行。